不少玩家在玩乐部时发生不少读取落下后重生位置不一样的现象。个人在2019年7月25号研究出乐部的重生机制和原理，成功在无伞状态下离开初始台地。那接下来就来说明定位乐部传送 Moonjump Round Warp 的机制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个小短片。影片中可以看到，乐部后设置传送点的话，并不会在林克的脚下，会在最后读取的坐标，也就是刚刚传送神庙的位置。离开一段距离看不到原始坐标的话，又会无法设置传送点。但万一传送过传送点后，就再也无法设置传送点了。所以要在乐部状态下传送到想要传送的位置，必须在触发乐部前设置。那么接下来进入正题，什么是定位乐传 MWW？ 就是利用刚刚提到的乐部状态下的特殊坐标锁定功能，来做长距离移动或是移动到一般情形无法抵达的位置。在说明之前，我们先区分两个名词：重生和再开 （Respawn and Restart）。重生指的是溺毙和落下后，林克会重新出现在掉落前的坐标的这个设定。再开指的是读取或死亡后，玩家重新开始游戏时，林克会出现的位置。而死亡按下重试时，会读取最近一次的自动存档，一样是读取的一种。接下来就可以提到 MWW 了。触发乐部的方法有3种，第一种就是直接解决掉马等马消失，好处是可以当场在原地触发。第二种就是传送到其他位置。第3种就是读档。第一种比较不重要的 MWW， 单纯乐部，就是尚未传送过传送点的 MWW。刚刚也提过，单纯在乐部状态下溺毙或受到落下判定，林克会出现在最后读取后的位置。举例来说，乐部是原地触发的话，坐标会被锁定在其野生马的位置；传送触发的话，就会被锁定在最后传送的位置。每传送一次，坐标就更新一次。若是读取触发乐部前的档案，就会被锁定在当时存档时的坐标。不论是以上哪一种方法，只要触发乐部状态，就会锁定坐标。所以在中间过程，只要没有传送或经过动画过场更新坐标，无论你走到哪，甚至存档，林克的系统坐标还是在当初被锁定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无论重生或再开，林克都会出现在系统的真实坐标。接着来举个例子，这时候我们触发完乐部后，读取触发前的存档。读取完后，走一段路跳下去 Void Out。可以看到林克出现在刚刚读取时的位置，而非跳下去前的悬崖旁。再来，我们试着传送到另一个神庙。一样，我们走一段路后再跳下去 Void Out。可以看到林克出现在系统的真实坐标，也就是刚刚传送过后的位置。总之，乐部状态下，林克移用的坐标都是虚拟坐标，除非传送或过场动画，
不然林克的真实坐标是不会因为移动而改变的，即使存档也一样。最后提一个特殊情形，就是骑乘取消乐步后的重生位置。一般来说，骑乘取消乐步乘错后，林克的重生或再开的位置都会恢复。像这个例子，系统会重新找到林克的真实坐标，让它重生于悬崖旁边。但有的时候取消乐步后快速 void out， 有机会重生于原本传送后的真实坐标。像这个例子就重生在刚刚传送后的位置，而非海滩边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拖出水神兽站，达成骑乘西多的方法。详细流程会在另一个影片说明。再来就要提到第二种 MWW 继承坐标。这个是 MWW 最主要的功能，强制移动。它的功能是重生于传送标记器的位置与再开于传送标记器前的位置，直到乐步这个乘错被取消为止，关掉旷野之血或是骑乘等等。假设传送点在触发乐步前设在这里，而触发乐步后传送到这个位置，接着再传送到 TM。只要完成这个动作，就能触发重生于 TM 再开于传送前的位置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分别来看两个例子。可以看到，林克在最东北边的海滩溺毙，接着重生于 TM， 这就是定位乐传的效果之一。另一个例子，目前已经完成从塞哈特诺岛传送到 TM 的动作，然后在另一个档案触发自动存档。若这个档案没有设置 TM， 则读取此状态下的存档就会再开于上一次传送于 TM 前的坐标。可以看到，林克再开于传送 TM 前的位置塞哈特诺岛。这个例子也说明 MWW 是可以跨档案、跨模式的。那如果是在神庙内这种和海拉鲁不同地图的地方触发 MWW， 重生或再开的位置会在哪里呢？首先，重生坐标会在该地图000与 TM 的相对位置。以剑之试炼为例，000会在剑之试炼高原的东南边。落下判定后，林克会重生于图上的这个位置。用影片来示范的话，就会是这个样子。落下后就会重生于刚刚示意图所提到的000与 TM 的相对位置。神庙内也是一样，会重生于原点与 TM 的相对位置。再开的位置就更直觉了，就是刚刚提到的传送 TM 前的位置。像这个例子的顺序就是乐步进入小拉哈神庙 ，TM 回标题开新档，读取自动存档。由于坐标被固定在传送 TM 前的这个神庙内部，只要读取在乘错触发状态下的档案，就能到达被固定的位置。那么来稍微归纳一下。不传送到 TM 的单纯乐步状态比较单纯，只要记住除了传送和经过过场以外，不会更新林克的真实坐标就可以了。而传送过传送点的定位乐传实用性会比较大，也比较复杂。重点除了以上所示之外，值得注意的是重生位置内容的当下档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跨档案用 MWW 强制移动，若另一个档案也有传送点，那就会按照该档案的传送点重生。还有一点是再开位置内容中的第一次传送，换句话说，只要传送过一次 TM 后，之后改变位置再传送到 TM， 也不会改变被固定的位置，还是会在第一次传送到 TM 前的位置，不会覆盖。MWW 看似非常要求时空逻辑，但只要知道哪里才是林克被锁定的真实坐标，就能想去哪就去哪。举个例子，怎么样可以打完神兽又再回到神兽内部？首先你马上要想到，要去神兽内部，就表示要在乐步状态下从神兽传到 TM， 而打过神兽的档案自然无法再进去一次，所以必须跨档案触发 MWW。用影片来示范一次。
提醒一下 ，MWW 终究只是一个空间性的乘错，并非是时间性的乘错，也就是我们不能继承进度到另一个档案。多举几个例子，那怎样可以拿着光弓打导师？正常穿出光墙后是无法进入最终试炼的，这时候就要用到再开 MWW 来强制出现在最终试炼。首先在想要去打导师的档案，准备一个拿光弓出墙的存档。光弓出墙的存档方法，在鸟人挑战中打魔兽加农，或穿墙找不燃烧试炼或赌博解除传送，触发自动存档，然后在另一个档案或模式触发月步。触发完后，再到最终试炼内部直接传送到事先随意放置的 TM。万一是拿过试炼地图的档案，就必须想办法直接移动到导师台。这样坐标才会固定在最终试炼门口，而不是导师的房间。因为如果是跟导师对话进入导师台之后才传送到 TM， 坐标会被固定在最终试炼的导师前面。而魔兽战的阶段，导师的房间会消失，没办法站，所以会一直掉下去。若是先拖出再传送到 TM，再开位置就会是拖出的位置，而非最终试炼。以上就是说明 MWW 到最终试炼的注意事项。接着准备好最终试炼传送到 TM 的 MWW 后，回到刚刚的光弓档案触发自动存档，也就是再去接小游戏解除传送和存档限制，触发一次自动存档并读取它。手动也可以啦，就是坏档。这样就可以再开于最终试炼的门口。如果是从尚未经过最终试炼过场的存档触发 MWW， 林克会出现在看不见的复数神庙里，一样望远镜穿墙，穿完剩下就是越不到导师那了。若从另一个原本就出现在门口的档案看过过场、电梯下来等等，触发 MWW， 这样林克可以直接出现于电梯下方最终试炼的门口，这样会方便很多。再开 MWW 的继承坐标比较常见的失败原因是，没有在继承的档案内触发新的存档并读取，而是一直读旧档。假设原本的存档位置在这里，触发已传 TM 的 MWW 后，被锁定的再开真实坐标在这里。由于乘错的关系，一读取存档，真正的坐标会被更新在再开真实坐标。这个真实坐标是不会因为传送或多次存档而被更新，会一直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读档完后，必须重新存档，手动或自动皆可。这个存档的位置才会在再开真实坐标这里，然后再去读那个新的存档，再开才会是那个真实坐标。不然一直读取旧的存档，那个档案的位置就是触发月步前的位置。真实坐标的更新是进去游戏之后才会执行，不是档案本身的坐标会被更新。时间上要厘清，而以上概念可以达成不出台地解一级之剑或音节之时。由于影片长度的关系，详细步骤会用另一个影片说明。说明完再开 MWW， 接下来就来说明比较简单的重生 MWW。再开 MWW 的作用是回到档案的时间点强制移动，而重生 MWW 则是在当下强制移动，时间背景有点不太一样。以高级盾滑小游戏为例，触发月步前先设置 TM 在小游戏的终点，接着触发月步后传送到 TM 这里。重生的真实坐标和再开的真实坐标分别如图所示。不过我们希望在小游戏的当下直接强行移动，因为重新读取就不是小游戏的途中了，所以这边不用管再开始的真正坐标在哪里。现在林克重生的真实坐标在高级盾滑的终点。小游戏开始后，利用鳌梨遁地法穿入地面溺壁，等林克重生于终点 TM 的位置，就可以达成最速 TA。那这是同一个地图的例子，那我们来看不同地图的例子。尝试进入建制试炼后，直接重生于初阶12楼希诺克斯的房间。那么这样相对位置的 TM 要放在海拉鲁地图的哪个位置呢？答案是这个位置。这样在建制试炼才能重生于这个相对位置。而由于相对位置也包含高度，所以我们必须遁地下去放 TM。
不然 XZ 的相对位置正确了，结果高度太高，也只是站在12楼的屋顶而已。放置 TM 的位置如影片所示。准备好之后，就是一如往常的准备乐步，触发 MWW 来改变重生位置。当然，最终试炼直达导师台也是可以的。虽然最终试炼的系统地图和一般海拉鲁地的不同，最终试炼和神兽内一样属于 Dungeon， 但最终试炼的机构和导师台的位置在虚拟海拉鲁地图的这两个地方。玩家可以自己拖出导师站，用乐步观察两个地方的位置。想要从机构重生于导师台，那海拉鲁地图上的 TM 就要放在这里，这个相对位置才有办法让林克重生于导师台附近。感觉大概像这样。到这边应该烧坏不少脑细胞了吧？出个小题目来复习一下。请问，单纯触发乐步后没有传送过 TM， 进入神庙后掉下去 Void Out， 林克会出现在哪里？答案是电梯，因为刚刚最后的读取坐标就是电梯的位置。最后说明一下，到底能不能无伞离开台地呢？只要不接触周围的云雾，就能在粉红色区块内的台地下面移动。但如果是用装置乘错或 MWW 触发异常的落下判定，林克会重生于原点000。若林克的坐标在地图的绿色范围时，则会强制触发落下判定，重生于开场悬崖。因此，由于加农站是在同一个地图，所以即使用 MWW 再开与主店，落下判定还是优先于灾厄加农站的过场。很可惜的不能用在 Any Percent Speed Run 上。以上都着重于 MWW 的原理说明，没有放太多的应用，不然影片会太长。简易应用和流程会用其他影片说明，或追踪我的 Twitter 或是到 Discord 询问。像是无出台地就拿到全音节能力、一击之剑、零式机车。就是用到再开 MWW 的继承坐标功能，因为那些任务都不在刚刚海拉鲁地图上的绿色范围，属于不同地图，所以不会 void out。
了解 MWW 的时空逻辑和概念后，玩家也不妨到处试试看。毕竟我的档案也没那么多，所以没办法所有应用都呈现出来给玩家看。